1958年9月24日上午，金门炮战期间的温州湾上空，一场不对等的空战拉开了现代空战的序幕。解放军的米格15、17战机只有机炮，而台湾国民党空军的 F-86却配备了一种神秘武器——世界上第一代近距格斗空导弹 M-9B 响尾蛇。驾驶3号战机的王自重在战斗中与多架敌机缠斗，击落2架敌机后，不幸被响尾蛇射中而英勇牺牲。这是空导弹的首次实战应用，也标志着中国空军第一次感受到了来自导弹时代的降维打击。然而，历史总是充满戏剧性，一枚未爆炸的响尾蛇坠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个偶然事件如同一颗火种，点燃了中国空导弹事业的燎原之火，也深刻影响了中美苏三国空导弹发展路径。那场空战中，一枚射向飞行员王英钦的响尾蛇导弹，其红外近炸引信未能正常工作，导弹直接穿过了米格17的机身和机翼之间，成了一个哑弹，完整的掉落在滩涂上。这枚意外之喜的响尾蛇导弹立刻被列为最高机密，送往北京的国防部第5研究院和后来的中国航空研究院进行紧急分析。在解剖了响尾蛇后，以张大伟为代表的第一代导弹专家果断决定暂停55号工程，即采用落后的无线电架数制导方式，仿制于米格19配套的 K-5M 空导弹的霹雳1，而集中力量消化吸收响尾蛇的红外制导技术。但由于当时工业基础过于薄弱，仿制困难重重，中方遂将这枚导弹的残骸和研究成果与苏联共享。苏联专家研究了实物，以及瑞典间谍斯蒂格温纳斯特洛姆空军上校提供的详细技术图纸和规格说明书，结合自身技术，迅速仿制出了 K-13导弹，即北约代号 AA2 环胶导弹。K-13在外观和性能上与 M-9B 高度相似，被西方戏称为响尾蛇司机。随后，苏联将 K-13的技术资料和生产设备提供给中国。这一期间，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和3线建设的推进，中央决定于1961年在洛阳这个拥有第一拖拉机制造厂等重工业基础的城市成立专门的空导弹研究院，即612所。从沈阳到洛阳的这次战略转移，为中国空导弹事业建立了一个独立专业的大本营。中国在 K-13基础上成功量产了霹雳2导弹，并于1967年完成所有飞行及打靶试验，成为人民空军第一款大规模装备的空导弹。但在当时的越南战争中，响尾蛇导弹却面临放弃机炮后大规模实战的阵痛。我们知道，响尾蛇导弹是一个在低技术水平下实现的工程奇迹。作为现代空导弹之父，以及位于中国湖的美国海军军械试验站的首席物理学家威廉·麦克兰博士，用精巧的机械设计和基础的模拟电路，替代了今天由数字计算机和先进算法完成的功能。响尾蛇的眼睛是当时技术限制最大的部分。其导引头最前端是一个红外透射穹顶，内部是陀螺稳定平台，平台上安装着抛物面反射镜和位于其焦点的红外敏感元件。在反射镜和红外敏感元件之间有一个刻有明暗相间的扇形或其盘格的高速旋转的圆形调制盘。当目标热源的相点落在调制盘上时，随着圆盘旋转，相点会交替穿过透明和不透明的区域，导致探测器接收到的红外信号变成一种特定频率的脉冲信号。这个脉冲信号的相位与调制盘基准位置的对比，就精确地反映了目标相对于导弹轴线的方位角和高低角。整个光学系统都安装在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转子上，利用陀螺的定轴性，使导引头的光学轴线在导弹剧烈机动时也能保持稳定指向。当目标偏离光学轴线时，产生的误差信号会驱动进动线圈，产生磁场，使陀螺平台带着光学系统向目标方向进动，从而实现自动跟踪。响尾蛇采用了经典的比例导引率，即控制导弹的转弯速率与目标视线的旋转速率成正比。
这并不需要解算一个数学方程，而是通过巧妙的电路设计，将导引头输出的角度误差信号直接放大，作为控制导弹四片舵面的指令信号，从而产生一条导弹飞向目标的平滑曲线。红外探测使用对2至3微米红外波段敏感的硫化铅光电探测器，这个波段主要对应早期喷气式发动机尾喷口的高温部分。但硫化铅探测器在室温下噪声极大，灵敏度很低。为此，响尾蛇采用了氦气制冷瓶。导弹发射时，高压氦气通过一个节流阀急剧膨胀，基于焦耳汤姆逊效应会产生低温，对探测器进行瞬时制冷，极大地提高了探测器的信噪比和灵敏度。导弹的4片舵面后缘还装有涡轮状转子，当导弹发射出去后，高速气流立刻吹向导弹尾部，冲击这些涡轮转子的倾斜叶片。这些转子的转速能飙升到每分钟10万转以上。每个高速旋转的转子都成为了一个角动量巨大的微型陀螺。这4个陀螺会产生强大的进动阻力，依靠这套纯机械气动驱动的高可靠性的装置，完美地解决了早期空导弹的滚转稳定难题。但在当时低技术水平下，硫化铅探测器只能看到最热的部分，战机的尾喷口，无法从侧面或前方攻击，仅限尾追攻击，抗干扰能力几乎为0，无法区分太阳地面热源和红外诱饵弹。飞行员被严禁向太阳方向发射，而且如果目标急转摆脱，导弹丢失目标后，其导引头很容易锁定天空中最大的热源太阳。导引头市场狭窄，4度的市场像透过吸管看世界，飞行员必须进行精确的站位。红外近炸引信在越南湿热的环境中，引信窗口的光学玻璃会因温度变化而起雾，导致引信失灵，故障率高达50%至60%。响尾蛇的最大过载仅约12G，而米格战机在紧急机动时瞬间过载可以接近或超过这个值，使得导弹难以咬住剧烈机动的目标。而多数美军飞行员在赴越前从未在训练中与米格这类高机动性目标进行过模拟空战，所以对导弹在真实对抗中的局限性一无所知，加之必须目视识别目标后才能发射导弹。响尾蛇在越战的命中率仅15%至20%，与测试中高达80%的命中率形成天壤之别。响尾蛇在越南的糟糕表现是不成熟的技术遇到了未经准备的军队，并在不合适的战场上作战的结果。而此时的中国霹雳2尚未走向战场，在仿制之路上就充满了坎坷。霹雳2甲型虽然在1970年最终定型投产，是当时国产歼6、歼7装备的唯一一种空导弹，但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时期，产品质量控制尤为困难，导致可靠性差、性能不稳定。这些挫折让中国工程师深刻认识到，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扎实的技术积累，简单的仿制难以造出可靠的武器。响尾蛇的实战也直接导致了美国空导弹技术和空战体系的深刻变革，遂加速研发了 AIM-9D 等第2代近距格斗弹。美军还在所有战斗机上重新装备机炮，确立了导弹为主、机炮为辅的武器配置原则。美国海军于1969年创立 Top Gun 战斗机武器学校，空军则创立了 Red Flag 红旗军演，专注于进行一机种高对抗性空战训练。1960年代中叶，中国开始研制歼8高空高速歼击机。根据霹雳2相关性能不足的缺点，洛阳612所于1962年开始完全自行设计中国第1型空导弹霹雳3，直到17年后的1979年才通过歼8双发连射试验后被批准设计定型。不过该导弹已经明显落后，没有量产价值而停止研制。1966年3月开始研制的霹雳4采用了与美国的麻雀 AIM-7D 相似的气动布局，基于中距拦截的半主动雷达和近距格斗的被动红外2种不同导引头可互换，但其性能不达标，而于1985年停止研制。
原定歼8加霹雳4的梦幻组合也随之破灭。1966年开始研制的霹雳5，其中近距格斗红外制导型霹雳5乙，经过整整20年的辛苦努力，得以在1985年9月正式定型。不过其仅略强于20多年前的仿制于响尾蛇的第一代霹雳2乙。很显然，从70年代以后，各国空导弹得到了飞速发展，不再是实际效能比不上机炮的鸡肋武器。而国产空导弹的研制始终磕绊，性能确实有限。随着1972年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发表，我国与西方的关系明显改善，国产空导弹的发展随之进入到第2阶段。这期间，中国从西方国家引进了多款先进红外空导弹，遂首先对霹雳5乙进行了一系列改进，最终诞生了包括霹雳5E、霹雳5E2、霹雳5DE2等多款出口型号，并成功随强5歼7枭龙对外出口，成为国产空导弹中发展时间最长、出口范围最广的一款。霹雳6则是中国接触西方先进空导弹后，尝试独立攻克T化音红外引导头、全向攻击能力、激光近炸引信3大难关的先进型号，但远远超出了当时国内技术能力，最终黯然下马。而由中国航空工业部所属株洲航空发动机厂研制的霹雳7，干脆对巴基斯坦偷提供的法国2550魔术红外近距格斗弹进行逆向仿制，其采用了双压式舵面和尾部大面积弹翼的气动布局，保证了导弹的机动性和近距格斗灵活性。但当时中国显然无法仿制先进的氦气制冷T化音红外导引头，导致原型弹性能极不稳定，远未达到装备部队的要求，最终只能成为一款专用于出口的型号。就在霹雳7陷入困境之时，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出现了。1973年的亚洲大陆另外一端，在赎罪日战争中，以色列空军装备的 AIM-9DG 响尾蛇和谢夫里导弹，在性能上已被阿拉伯国家装备的苏联 R-13M 导弹部分超越，尤其在格斗机动性上不占优势。于是具备超强机动性和大离轴角发射能力的怪蛇3在1978年进入以军服役。其气动布局为格斗而生，导弹重心之前设有大面积的压式舵面，后部是一间装有横滚稳定陀螺舵的4个大后略平行4边形尾部弹翼。固体火箭发动机要向后延长一段，其机动过载达到惊人的40G 以上，远超 AIM-9L 的约30G。导引头采用氮气制冷的T化音探测器，相比早期响尾蛇的硫化铅探测器，其灵敏度更高，探测波段覆盖3至5微米，不仅能追踪飞机发动机的尾喷口，还能有效探测到机体与空气摩擦产生的气动热，实现了全向攻击。怪蛇3采用了先进的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并具备较强的抗红外干扰能力，能够有效识别和滤除当时常见的红外诱饵弹。主动激光近炸引信是怪蛇3的右翼绝技。4束激光组成的激光衫被目标遮挡时引爆战斗部，配备11公斤的高能破片战斗部，确保了一击必杀的威力。通过与以色列自主开发的 SMB-1 头盔指示器配合，飞行员只需转动头部看向目标，即可将导引头指向目标大致方向，导引头随后便能快速截获并锁定，极大地压缩了从发现目标到发射导弹的杀伤链时间。怪蛇3的威名在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特别是被卡古的空战中达到顶峰。在6月9日的空战中，以色列空军 F-15和 F-16战机在预警机和电子战飞机的支援下，使用怪蛇3导弹，创造了单日击落叙利亚50架战机的惊人战绩。叙利亚飞行员惊恐地发现，无论他们如何机动，甚至发射红外诱饵弹，都无法摆脱以色列导弹的追杀。此战，怪蛇3的实战命中率据信高达80%以上，一举奠定了其世界顶尖格斗弹的地位。中国在考察了怪蛇3的卓越性能后，决定引进。1983年中已签署合同，以5亿美元的价格购买1500枚导弹，并引进全套生产技术。
这就是著名的8号工程。对中国而言，引进怪蛇3的意义远超获得异形导弹本身。中国直接从相对落后的霹雳2技术，一步跨入了世界第3代格斗弹的先进水平。这也是中国首次完整的、系统的引进异形西方先进导弹的全套研发、生产、测试和质量管理体系，是中国空导弹发展从仿制苏联体系转向消化吸收西方体系的转折点。以洛阳空导弹研究院为核心的中国团队，在此过程中不仅学到了技术，更学到了现代军工项目的管理理念和系统工程方法。这为后续霹雳10等完全自主设计的先进导弹的诞生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在进入21世纪之后，霹雳8成功搭载于歼8、歼10上，甚至之后诞生的歼11B、歼15，也都一直将霹雳8及后续改进型号作为最可靠的近距格斗弹药。不过，由于霹雳8是在以色列提供的技术上发展而来，其出口时不免存在许多掣肘，尤其是我国空军装备的传统出口市场，有许多都是中东国家。因此，我国为了确保技术自主和能力建设，由董秉印和金先重先后担任总设计师，梁晓征任副总设计师，在已有霹雳5技术基础上，吸收怪蛇3技术，并行启动了自主设计的承上启下的霹雳9项目，甚至还发展出地空导弹衍生型号。显然，第3代格斗弹的登场是划时代的，它直接催生了全向攻击和发射后不管的空战新纪元。除了被卡古蒂空战，1982年马岛战争中，美国紧急向英国提供新生产的 AIM-9L 导弹，英军发射了27枚响尾蛇，据确认击落了17架，甚至可能高达24架阿根廷的幻影3和天鹰攻击机，命中率高达80%以上。阿根廷的战机即使与英国战机迎头对飞，也可能被瞬间锁定并击落。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 ，AIM-9M 第3代格斗弹的优势已被视为理所当然。面对当时先进的米格25、米格23以及米格29，命中率为50%，而 AIM-7M 麻雀则拉开了规模化超视距空战的序幕。不过命中率仅有25.8%。苏联的2-73弓箭手自1984年服役以来，虽然少有大规模实战机会，但其远超第3代格斗弹的威力通过一个事件得到了震撼性证实。1990年代德国统一后，前东德空军的米格29与西德的 F-16等战机进行了一系列模拟对抗演习。装备了2-73和头盔瞄准具的米格29，在视距内格斗中取得了对西方战机的压倒性胜利，远比他们之前预测的还要强悍得多。西方飞行员吃惊地发现，米格29飞行员只需转头就能锁定并击落他们，而他们当时装备的 AIM-9M 就显得极其平庸，还需要艰难地绕到机尾才能锁定。这次震撼教育让美国空军如梦初醒，才紧急加速了其联合头盔提示系统和 AIM-9X 导弹的研发进程，但已比苏联晚了10年以上。我们知道，2-73第一次在空格斗弹上使用推力矢量控制，其工作时间约5秒，能使得 1.5 马赫左右的最大转弯速度达到60度每秒。2-73还通过独特的压式舵加旋转弹翼主体布局提供强大的基本控制能力，再辅以头部风标边调翼一系列精细的气动措施来扩展性能边界，最终与头盔瞄准具结合，实现无与伦比的近距格斗效能。其离轴发射能力为正负45度，而 AIM-9L 的离轴角仅为正负25度，而且其最大射程为40千米。远超美国 AIM-9L 的18千米射程。2-73的头盔瞄准具本质上是一个高精度的头部位置测量器，通过安装在座舱内的光学传感器追踪飞行员头盔上的红外发光2极管，计算出飞行员视线的角度。之后，
头盔瞄准具会将飞行员的视线角度数据传给火控计算机，计算机随即驱动导弹的导引头指向那个大致的方向。一旦导引头在其宽阔的视野内捕获到目标热源，即可锁定并发射。苏联用一套精度足够、可靠性高、成本可控的头盔计算机导引头联动系统，完美地解决了近距格斗弹指哪打哪的工程问题。这是苏联基于明确战术需求，采用简洁高效的工程路径，实现重点技术突破的经典案例。而在电子设备占优的美国，反而在这一领域落后。美国一开始就想一步到位，研发更复杂、更强大的头盔显示器。其不仅要求能指示目标，还希望在飞行员眼前投射飞行数据、雷达信息等。其技术难度、复杂度和成本远高于苏联简单的头盔瞄准具。在微电子和显示技术尚未成熟的1980年代，研发进程必然缓慢。19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中国陆续从俄罗斯进口苏27、苏30系列战机，战机整合了苏拉头盔瞄准具，也批量进口了大量的2-73系列格斗弹。该型导弹的实际作战能力远超当时我空军的当家主力霹雳5乙，也优于以色列血统的霹雳8，撑起了彼时中国天空的安宁。目前正在服役的第3代红外近距格斗导弹，大多是在20世纪80年代完成设计定型的，难以满足现代空战的需要，主要表现在双元或4元红外导引头对目标迎头探测距离太小，抗干扰能力差，离轴角还是较小，因此必须发展第4代红外近距格斗导弹，以满足现代空战的需要。1999年3月首射，2003年正式列装的 AIM-9X 由美国空军和海军联合研制。美国空军和海军对其性能要求各有侧重，但一致要求其总体的战术性能要超过前苏联的 R-73。AIM-9X 保留传统响尾蛇导弹的127毫米直径弹体 Mk36 无烟固体火箭发动机。DSU-37B 激光近炸引信 WAU-17B 连续杆战斗部和压式气动布局，但由于增加了推力矢量控制系统，其前后气动舵面均大幅度缩小，低速时最大攻角可达50度，导弹的转弯速率达到60至100度每秒，最大射程19千米。导引头采用了蓝宝石材料的头部整流罩，相对于第3代格斗导弹普遍采用的氟化镁材料的整流罩，蓝宝石在高速飞行中气动加热后产生的红外辐射更低，降低了导引头的背景噪音。采用128×128斯特林制冷的梯化英凝式焦平面红外成像探测器，工作波段为3至5微米，可以对抗最新型的红外干扰装置。根据美国军方的模拟空战结果显示，当与装备第3代格斗弹的战斗机交手时，与联合头盔指示系统交联的 AIM-9X 导弹载机拥有50:1的胜率。配合 F-35的联合头盔指示系统 ANAAQ-37 光电分布式孔径系统，或者第三方通过数据链提供的目标指示信息， AIM-9X 还可以实现越肩发射，攻击位于载机后方的目标。同样，为了对付周围几乎所有国家从苏俄获得的 R-73， 以色列于1997年开始正式研发怪蛇5导弹，并于2003年在巴黎航展上首次亮相。不过，以色列并没有可靠的矢量推力发动机，只能沿用怪蛇4的复杂气动布局。其双压翼由2部分后掠角为58度的大三角翼组成，前部的三角翼为固定弹翼，后部的三角翼为舵翼。接着是2个水平方向的全飞行副翼，4个固定的逐渐变窄的边条，尾部还有4个固定弹翼。不过双压翼会产生额外阻力，在强调缩小翼面、增加末端能量和增加射程的现在，双压翼已经成为过气网红了。怪蛇5最引人称道之处是采用了全新的双波段轻质冷梯化固胶平面阵列引导头，采用320×240像素，并配置10枚微型处理机，并行处理来自2个波段的红外图像，
从而能够在下视不良背景和云层条件下截获类似于无人机等小型微信号目标。显然，进入21世纪初，世界顶尖空军已开始普及第4代格斗弹，而中国空军的主力格斗弹存在至少10年的代差。一旦进入近距格斗，中国飞行员将处于看不见、打不着、跑不掉的绝对劣势。加之第5代隐身战斗机歼20的研制，一款落后的格斗弹会严重拖累整个战机体系的战斗力。中国空军需要一款与之匹配的世界顶尖的空中刺刀，是继续改进霹雳8，还是另起炉灶？最终以梁晓庚总师为代表的团队力主高起点立项，直接瞄准世界最先进的第4代格斗弹技术。他带领团队攻克了4大核心技术：霹雳10的眼睛、红外成像导引头技术、霹雳10筋骨、大角度推力矢量控制技术、霹雳10的翅膀、先进气动布局、霹雳10的大脑、综合飞控软件。霹雳10选择中波红外成像焦平面阵列方案，在当时已经是一项极其艰巨的挑战。据推测，霹雳10采用与 AIM-9X Block 2类似的高性能梯化音中波红外焦平面阵列，像源规模为256×256，并配有高效的微型斯特林制冷系统。单波段红外成像提供的抗干扰能力足够应对绝大多数现役红外诱饵弹。双波段红外成像是追求绝对保险的更高境界，但通过特征识别、运动分析、纹理分析、人工智能等多层多域的算法融合，单波段红外成像同样能达到极高的抗干扰实战效能。导引头还采用摆动的万向支架，使导引头框架角达到正负90度以上，提高了导弹离轴发射和跟踪能力。推力矢量方面，起始的导弹在低速、高空飞行状态下仍然可以产生较大的横向过载，从而增大导弹的攻击区，减小导弹舵翼展，提高导弹的快速性。霹雳10不同于首次采用推力矢量的 R-73，R-73 的推力矢量系统是其卓越气动布局的补充和增强，而霹雳10的第2代推力矢量是其从设计之初就深度融入整个系统的与气动布局平等的核心控制手段。其能量效率更高，控制更精细，能够在整个飞行包线内更频繁、更主导地使用推力矢量进行控制。不同于 R-73 的外露的较复杂的偏转环，霹雳10的轻量化耐高温碳复合材料构成的喷流偏转片精巧地侵入燃气流，利用气动效应使主流发生偏转。全新设计的气动布局也是提升霹雳10过载能力的核心手段。霹雳10彻底抛弃了第3代格斗弹的压式气动布局，大幅度缩小了舵翼面尺寸，采用了头部窄小边条、中部边条翼小展弦比尾部 L 型舵面的气动布局。头部周边布置了4个窄小边条，当导弹以大弓角飞行时，头部的小翼会提前产生一股强度可控、位置稳定的托体涡，在主边条翼生效之前，头部涡流就开始对弹体后部的气流进行梳理，为后续的涡流控制打下基础，使导弹从较小弓角开始就拥有良好的俯仰和偏航稳定性。与头部边条交错分布的中部边条翼是主要的涡升力提供者，使得导弹在50至60 G 甚至更高的过载机动中，依然有充足的升力来维持飞行和转向，显著增强导弹在大弓角下的稳定性。即便发动机推进结束后，仍可以较好地保持飞行姿态和速度。尾部 L 型舵面相比于传统的十字形或 X 型大舵面，极大地减少了飞行阻力，而且 L 型翼面为导弹尾部中央的推力矢量喷口留出了充足无遮挡的偏转空间。霹雳10的这套气动布局与推力矢量和先进飞控深度融合，在高速、高机动和全包线控制之间取得最佳平衡，共同赋予了霹雳10那种令人生畏的格斗能力。霹雳10的低空过载可以达到60 G， 在空战中能够迅速将头部指向敌机，并做出任何必要的机动来追踪并摧毁目标。即便在高度超过 1.5万米，
速度超过 1.5 马赫的情况下，仍旧可以获得15G 左右的过载，完全可以胜任攻击任何第5代战机的任务。我国霹雳10导弹问世晚于西方主流4代格斗导弹10年的时间，这期间的世界红外探测能力的提升明显，最大探测距离可达90千米。所以大多数西方的红外格斗导弹在射程上都大幅落后于红外探测距离。霹雳10格斗导弹抓住了这一后发优势，采用了长3.69米、直径160毫米的大弹体，获得最大射程60千米，显著高于美国 AIM-9X 19千米。再配合头盔显示器，可以获得对 F-22这样没有头盔显示器和红外感知能力的5代机近距单向屠杀的绝对优势，更不会出现 F-22发射 AIM-9X 打高空气球都费劲的窘境。另外，第4代格斗弹的机动性让近距空战变得非常危险，战斗机将力求避免进入近距空战，更多寻求在中远距战胜对手。那么进一步增大红外格斗弹作战范围，实现先射先中，以应对超巡超音速机动和雷达引擎的第5代战机，就是理所当然的选择。显然，霹雳10已经模糊了视距和超视距空战的界限，其边界理论上仅受红外探测精度和锁定距离限制。实际空战中，F-22只能通过相控阵雷达和数据链来支持 AIM-9X 大离轴角发射。在歼16的电子吊舱干扰下， F-22的相控阵雷达和 Link-16数据链的性能均将大幅度降低。蒙着眼睛的猛禽即便有利爪，也只有被啄的份。从飞行员王自重的悲壮牺牲，到如今近距锁定 F-22，苍穹之上的天平已然扭转。那枚曾经让我们付出鲜血的响尾蛇，最终激励我们锻造出了更锋利的苍穹之剑。霹雳10标志着中国空导弹事业完成了从跟踪仿制到比肩引领的历史性跨越，更象征着中国空军已经拥有了在最极端的近距格斗中与任何来犯之敌一决高下、并战而胜之的底气与实力。